Hello， 大家好，我是婷子，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当然，这个重要不是对每个人都重要，这个重要呢是，如果你要在德国买房，那么这个视频你一定要看完哦。尤其是在签合同之前，你必须要知道的3件事情。这3件事情分别是：第一件，在去挪他签合同之前，你是否弄清楚了你购买的地皮跟建筑之间的价值划分？第2件事情，假如你购买的房子是自带租客的，你是否有去提前看租赁合同？第3件，你是否有理性的对隐形成本进行合理预估？假如呢，我刚刚提到的3件事情你都不太清楚我在说什么，而你又想要在德国买房的话，这个视频一定要看完哦。第一，在去挪他签合同之前，你的合同里面是否已经非常明确的划分了地皮以及建筑的价值比例？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说合同里面已经非常明确的标注了地皮值多少钱，你购买的建筑它值多少钱，或者你买的那个商品房它是值多少钱，整个把这个商品房建起来它需要多少钱，因为它这个地皮跟建筑是分开计算的。假如没有明确规定的话，能够通过协商把地皮跟建筑这个分别的价值加入到合同里面，白纸黑字写清楚当然是最好的。如果不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尤其是一些大的房地产商，他们的基本上你不太有什么议价权利，就是他给你什么你就得签什么，就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可谈。但是呢，还是那句话，如果你不谈，你就只能自己承担。假如你去谈的话，还有一丝希望。那假如说我们去谈了，却没有办法把这个加入到合同里面的话，我们能做的有2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就是请一家正规的公司对你这个整个的房产进行估价公证。那么这个评测或者说公证费用呢，具体要看你这个房产的大小，而测量的时间或者你能够获得这一份评估报告的时间大概会是在1个月，也有可能需要长达半年，所以你需要去把控整个的流程跟时间。那么第2个方式呢，就是通过政府提供的公用测量公式进行测量。这个通用的测量公式是适用于整个德国范围内。当合同里的对你的地价跟建筑价格没有很明确的规定的时候，那么政府在计算的时候就会采用这个通用公式。但这个通用公式有一个毛病在哪儿呢？就是它只跟建筑的类型和建筑的大小以及年份等等这些硬指标挂钩，但是跟它本身这个建筑在哪一个地段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也就是说，你在柏林的市中心也好，还是在艾森一个小城市的荒郊野外也好，假如其他的硬性指标都是一样的，比如说一样的大小、一样的建筑、一样的年份等等，其他硬指标都一样的情况下，那么你所得到的测量结果会是一样的。可是用屁股想想都知道，柏林市中心你的一个房子的价值怎么会跟艾森的就是荒郊野外的一个价值完全一样的？而且地段，你买房的时候投资不就是投资地段吗？所以可想而知，这样的通用公式其实是非常的不 practical 的。当你如果对你所在的房产所在地的地段非常有信心的时候，就建议你自己请一个公司去测量它的价值，而不是采用这个通用公式。为什么要把这一点放在最前面，而且啰啰嗦嗦说了这么多呢？是因为这个地价的多少以及建筑的价值多少，它影响每一年的免税金额。你的建筑价值越高，那你可以获得的免税范围，或者你可以去采用维修的费用总和就越多。这个具体其实如果你想要买房的话，你是一定要摸清楚的。第2个大点，假如你买的是带租客的房子，租客合同这个租赁合同一定要提前看。这个租赁合同你可以要求在签合同之前看，你甚至可以要求在你付这个
预付款之前就看这一份合同。为什么要看租赁的合同呢？一方面是了解前一个租客他们的一个身份、年龄以及在这个房子里面租住了多久，而去预估今后你跟他们打交道可能需要提供的就是一个，比如说搬家的时间好啊。那么在德国，因为它是非常非常保护租户的一个国家，因此如果你购房之后又想要自住，或者说给你的亲戚住的话，那么你就更加需要了解这个租赁合同里面的租客他本身的身份问题。而在很多的情况下，你在这个房子到手之前，其实你都不太可能就是跟租客有深入的交流。当然也有可能你在看房子的时候就会跟租客有一定的交流，但是这个不能够得到保证。可是白纸黑字写上去的东西，一定是你能够掌握的，就一定要去看清楚。另外呢，对租客的这个身份的提前了解，也可以帮助你避免踩坑，或者说明明快要到手的肥肉却不翼而飞。具体的情况我在这个视频的后4分钟有提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第3个大点就是隐形成本的理性预估。注意这个理性。首先呢，这个购房的首付你其实不需要一次性的去给银行看，就在谈贷款的时候，你不需要把你首付提到的你会准备的所有资金一步到位给银行看，从那个到最后实施大概有3个月的时间。如果你准备资金比较紧张的话，其实你可以就是利用好这3个月，在真正执行购买的时候，其实要花到的费用可能比你预估的还会要多。因此不要想着我利用这3个月，但是呢却没有到位，或者说比原来到位的时间要晚。所以尽量就是说不要在这方面去掐这个点。第2个小点就是银行的利息，从我签合同到最终这个房子到我的手上，可能得花2-3个月的时间，我才需要开始交银行的利息或者贷款。其实呢并不是这样，只要是银行这一笔房款打出去了以后，你就已经要开始交利息了，不管就是你的名字有没有出现在那个空簿上面。因此这部分的费用你是需要加在你准备的购房的房款里边了，最好就是已经到位。这个钱的多少当然看你跟银行要借多少，你每个月要还的利息多少，它就是要还那部分利息，利息可能也就是1-2千、2-3千，就是具体看你买房子要付的利息谈下来是多少。第3个小点就是一个装修成本。装修这个，如果你是从一个旧房然后要装到可入住的一个状态的话，它基本等于小型的自建，就除了外面这个骨架是不需要你去建的，你里边的旧的装修你基本要打掉然后重新装，它所涉及到的一些费用啊，一些项目可能是你意想不到的。因此在这方面的预估一定要非常的理性，并且最好有一点点余留的状态。然后一定要就是注意去收集各种各样你在这个过程当中要用到的小票，就不管你以后是要自住还是你要租给别人，你先把这个票留下来。尤其是你要租给别人的话，这些其实都是你整个的 business 的 cost， 就是成本，所以以后是可以免税的。就建议大家不要在前期装修的时候为了省这一部分税费，然后就去跟那个装修工说不需要开小票或者怎么样。就你前期去省这部分钱，如果后面出什么问题的话，擦屁股会擦起来。我觉得擦屁股是有钱人干的事儿，平民的话就会太耗心力。投资你最多就是不挣钱，但是千万不要弄到心力交瘁，所以建议这种就是能不去做就不去做。还有装修的费用一定要提前理性的去预算，你要去对应你可以获得的一次性免税的这个总的费用是多少，然后尽量不要超出这个，因为如果超出的话，你不能够在一年之内一次性拿到所有的话，再分摊到每年的2%，就很被动也很吃亏，而且相当于其实时间就是金钱，你这一部分钱能够拿到也是不小的一笔费用，而且它影响着你今后的每一年交税的这个就是免税的金额，因此说就一定要谨慎行事啊！哎呀，好了。
这个视频呢，其实是我在上气不接下气的一个状态下录完的，因为孩子已经5个多月了，在肚子里面，然后真的发现语速一快就会有一点点气喘吁吁，所以请大家多多见谅。然后接下来的更新呢，我可能会做到就是每个星期有1次左右的不定时的更新，因为我想做一个更勤奋的 YouTuber。我看到别人的那个 follower 一直蹭往上涨，然后自己的就是一天涨1个或者2个这种，哇，就是。后来我发现别人不单内容做得好，人家做的还多呀。我1个星期才出1个视频，有质量的1周1更的视频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偶尔也可以需要有这种日常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小视频。好了，就说这么多吧。好，今天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观看我们这期的视频。如果关于在签买房合同之前所要知道的必要事情，请大家在留言区的下方评论，不对，请大家在评论区下方留言。OK， 我们一起讨论，拜拜。这是我新的打光方式。